心经心事，色与受想行识。当今世上56亿7千万人中，只有极其少数的人是得到生命最高真理的觉悟者，我们称他为佛。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姑且称之为彼岸。而剩下的大多数错看生命实相，活在颠倒梦想世界里的众生，他们所处的世界，我们姑且称它为此岸。活在此岸的平凡人们，他们有主观上的我，他们处在任何时空，就像一根针掉进一桶水一样，永远保持着自我，不肯融入时空的水中。有我，就有与时空对比出来的好坏贵贱。有了我，就有他们。他透过他自己的辨识工具，眼、耳、鼻、舌、身、意，接收到了外在世界所学回来的资讯，色、声、香、味、触、法。于是这些资料进入了他的内心世界里。资讯传进人的大脑后，先存入资料中心，并进行比对。用原本存有的资料与新资讯比对，并加上自己一直在改变的感情标准进行分析、推理、决策，最后发出行为的指令。而这些内心所产生的反应与行为作用，也因而造成了结果。这个会因外在而起变化的内心世界，就叫做受想行识。而内心世界以外的所有外在世界，包含自己的肉身，就叫做色。外在世界的色与内心世界的受想行识合称为五蕴。众生处在有我有对象的相对世界里，于是就有大小，有美丑，有顺逆的分别心。他们处在这种把自己独立起来与时空对立的生活态度，我们称它为活在于色境。空。而活在彼岸的觉悟者们，他们活在世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活在任何空间，就无我的把自己融入那个空间。他们活在任何时间，就无我的把自己融入任何时间。热得过瘾，正好做日光浴。他观花时，我既是花，我既是香。他听雨时，我既是雨，我既是雨声。他生老病死时，我既是生，我既是老，我既是病，我既是死。他无我的消失了自己，对于外在世界的一切变化，他都能真诚地承认、面对、接受，并喜悦地仔细品尝任何一片时空。
他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态度，就像一粒盐融入一桶水一样。盐融入水，把自己化为10000个分子。自己虽然消失了，但每一部分的水都有咸味。在时空的水桶里，再也找不到自己，而与整个时空融而为一。它像无量光一样布满整个空间，像无量寿一样布满整个时间。他的这种生活态度的境界，我们称之为空。色与空。如果世界是一片草原，每个人是一根小草，你自认为自己是一根小草，你就是活在此岸的色境。我是一根小草。如果你自认为你即是草原本身，那么你即是活在彼岸的空境。我就是草原。如果世界是一片大海，每个人是一滴海水，你自认为自己是一滴海水，你就是活在色境。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海水。如果你自认为自己即是大海本身，那么你即是活在空境。我即是大海。这个此岸与彼岸其实是同一个时空。好无聊，好清静。只是处于这时空中的人的态度不同，而活的境界有所不同。好吵，好好听。所以佛陀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个人处在任何时间、空间时，要像一粒盐融入一桶水一样。一粒盐刚掉入一桶水时，有我，有水。我是一粒盐。当它融入于水之后，无我无水，消失了自己，无我的把自己融入时空的每一个部分。水的每一部分都有我，我即是水。把自己融入一桶水，你就拥有了整桶水；把自己融入所处的时空中，你就拥有了整片时空。大多数的人都老是背负着过去，期盼着将来，而没有活在现在。要做一个融入于当下的人，别当一个背负着过去与期盼着未来的奴隶啊！要像一艘随着时空而流的船呐。水到哪里，船就到哪里；船到哪里，人就到哪里；人到哪里，心就到哪里。跳脱无之道。上下四方叫做宇，包含所有的空间，所以无尽无穷。古往今来叫做宙，从最初到最后，包含所有的时间，所以无始无终。当观自在菩萨
用无我的观点，做最彻底深永的沉思时，他清澈地领悟到宇宙的一切都是一体的，没有任何东西能独立于宇宙之外。世间外在的一切物质、名利与自己内在的身心感受，也都是随时随地流变不定的。人应该把自己化为无我，随时随地与所处的时空融为一体。这个整体性的观念与实践叫做空。当了解、体会、实践了这个空，把自己完全融入空之中，于是再也没有所谓的苦难、厄运，这些由自身所发出的偏曲看法而产生的痛苦了。佛陀对他的学生舍利子说：舍利子啊，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观点去看自身以外的所有对象，其实这些对象也同时是本体，本体也同时是对象啊。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独立于本体之外，包括你自己，包括你的心灵，包括你从心灵发出的感受，这些也都包含在这本体之内。这个本体，我们姑且称它为空。一切你所看到的对象，我们称它为色。如此一来，你就知道空跟色并不是两回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没有不同。人的感受、知觉、判断、意识、观念等一切精神作用也是如此，都涵盖在这个空里面。舍利子啊，一切事物、一切观感，都是因为你站在自己的立场才产生的呀。所谓生、死、美、丑、多、少，都是以你的立场看，才会有这种感受的呀。因此，你若不要有立场，而能不具任何观点去看事物，我观花时，我即是花；我观蝶时，我即是蝶。在任何时间，就无我地把自己融入于任何时间；在任何空间，就无我地把自己融入任何空间。我置身于水中，我即是水；我置身于鱼群时，我即是鱼。把自己化成10000个分子，融入你所处的任何时空之中。这时候再也没有我，也没有宇宙、法相、时间、空间这些对象了，就像一粒盐融入一桶水一样，盐消失了，但水的每一部分都有咸味儿。进入没有盐也没有水，完完全全融入的境界，也就没有所谓自身的感受、知觉、判断、意识了。不具自己的立场，用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心灵去侦测，就不会产生这些感官所看、所听、所闻、所尝、所触、所感受的一切偏曲资讯。不站在生去看待死，不站在无去想望有，没有偏曲的观点，就不会产生各种差异的分别心。
无所谓因，也无所谓因的形成；无所谓果，也就无所谓果的来不来临。生命的意义在于完全的融入，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目的。明白了这些，就不会再被老、死的问题所困扰，而痛苦忧心。人生的痛苦，发觉苦的原因，进行消除苦的修行治疗，而达到最后的无我无苦的境界。这4个阶段，我们称之为苦、集、灭、道。当了解到生命的本质乃是生生不息、生死交替的变迁，融入生的过程就不再有生、老、病、死的问题，也不再有所谓的苦、集、灭、道的问题了。能了解这个道理，看来很聪明，其实哪有何聪明之处呢？这个道理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而已，只是一般人迷惘看不到。能实践这个道理，看来像身有所获，其实哪有得到什么？这个道理原本如此，只是一般人不懂得取用。悟者们都想通了这些，清澈地看清一切事物原本的样子，他的心就豁然开朗，不再被偏曲的错误观点所左右。舍弃自我，舍弃心灵所产生的差别，于是他不再有恐惧、渴望与幻想，不再活在颠倒错误的观念中，因为他知道这些错误的观点都是人自己站在一己之私的立场而产生的呀。因此，他的心像一潭湖水，由浊而慢慢澄清，直达清澈、平静。这就是彼岸。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悟者们，也都是依照这种能够达彼岸的智慧而得到最高的觉悟。摆脱了发自一己身心的偏曲看法与幻象，而直达彼岸。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到达彼岸的智慧是伟大的方法，是大彻大悟的方法，是至高无上的方法，是超绝无比的方法。它能消除一切因偏曲看法而产生的妄想和痛苦。这个方法是真实的、可行的，每个人都可以采用，而因它达到彼岸。